行政机构分为决策、审核和执行3大系统。跟江于白组队，数学竞赛就是手到擒来，我们早就是所向披靡的充分条件。不过赛前我得帮他把概率题再捋一遍，他总在贝叶斯公式那儿卡壳。我把竞赛前的时间规划做好了，按照这个计划，我们肯定能拿第一。林之夏，我不能跟你组队。赵玉白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组队参加竞赛？林之夏，只要我们一起组队的话，这个比赛就没有悬念了。或者说，只要有你参赛，这个比赛就没有太大的悬念，因为你一直是第1名。说实话，你确实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和我一起当第1名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只不过我不想靠你赢，我更不想当什么天才的队友。我也想看看面对同一场比赛，我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少。那好吧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我们打个赌。打赌？我们来打个赌，江玉白，如果你考了年级第1，那我叫你一声江老师；如果我考了年级第1，那你叫我一声林老师，以示尊敬，怎么样？林老师。啊？什么？你最后叫我什么？林老师。好，你又想让我喊你林老师啊？你还记得呀，江同学？我当然记得了，那可是我童年阴影。那不好意思喽，这次你又要有童年阴影了。如果你输了，就要请我喝1个月的草莓牛奶，当做对我的精神补偿。我输了，我还要给你精神补偿？当然了，因为我失去了一次和好朋友参加竞赛的重要体验。你说你该不该给我精神补偿吧？那万一我赢了呢？你赢？我没想过这种情况。继续了。我也是。虽然这是我第1次来游戏厅，但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。那些此起彼伏的音乐，五颜六色的灯光，好像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糖果盒子。我们把所有的游戏都尝试了一遍，共同完成挑战的成就感比任何奖品都来得真实和刺激。玩着玩着，我们甚至忘记了初衷，是要帮段启言拿到球星卡，让他作为我数学竞赛的队友。当那个最想要的娃娃成功掉落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人生中第1次电玩城体验，又是和江于白一起度过的。我们好像无论一起做什么，都会有绝佳的好运。也许有一个陪伴自己的好朋友，才是命运赐予的最大奖励。恭喜2位。这咋做到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你现在可以加入我的小队了吗？啊？
真要去竞赛啊？不是林之夏，我这个人吧，平时就不太喜欢做有压力的事儿，所以这竞赛要不就算了。之前不都说好了吗？你不想要这个球星卡了？不，我想要，但是，竞赛你们容我再想想呗。不是，那你怎么不讲信用呢？我不是不讲信用，老姜。哟，夏夏来啦！段叔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嘿嘿嘿。哎，这是我同学江玉白。叔叔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快坐，快坐，别客气啊。哎呀，好久没来家里玩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？叔叔安排啊。吃饭就不用了。我来找段启言是为了说数学竞赛的事儿。数学竞赛？什么数学竞赛？您不知道啊？我还真不知道。是这样，叔叔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省级数学竞赛，省里最好的同学都参加了。因为这个比赛是一个分组制，班里大部分人呢也都组队了，但是段启言还没有报名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想来争取一下，试试嘛，哪怕机会不大。哦，所以就是说这小子压根儿就没想参加这个数学竞赛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啊，爸，我一直在筹划着呢。您儿子我只是不知道要参加哪个队。这次竞赛我是相当的重视，我准备到时候拿了名次给您一个惊喜。哦，哎，那不刚好吗？林之夏是全校第一，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了吗？没错啊。你要是能跟夏夏一组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想什么呢？行啊，那我参加了。开学咱们就开始制定计划。这次竞赛，保2争1。嘿，还挺有志气啊！保2争1，行。反正你爸我这个人呢，一向都是奖惩分明的，而且是说到做到。你们多帮帮他啊！哎，别干聊，快吃水果，吃水果啊！你们先聊着啊，我就等着你这个保2争1啊！太好了，有了沈富轩和段启言，我的竞赛小队就组成了。悠悠轻盈的风，游过你眼瞳，相遇的1秒钟，心弦被拨动，故事好像变得不同。你干嘛？一场的梦，要怎么形容？你轻声回答着，有点怪的我，头上有片叶子，竟这样快乐。我还能干嘛？游过窗外，我是说，我头上怎么会有叶子呢？关于你，怎么就落我头上了？对是一瞬世界多了色彩，你我触碰的难道是海？这触摸不光速 V 定的心事洛叶的初始高度 H 和风向西塔之间有个公式。之间徘徊，偶尔会想和你。如果连落叶都能用公式预测轨迹，那么人与人的相遇，或许也是宇宙悄然运行的温柔算法。这既是科学的必然，也是情感的偶然。但最终所有的公式都会坍缩成一个对式。对视一瞬，世界多了色彩，你我触碰的难道是海？这捉摸不定的心事难猜，在你眉眼
好了，今天中午就到这儿吧，放学之后继续。好，还继续啊？咱今儿这强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你不都看计划表了吗？怎么还那么多废话？其实你基础不差的，只要慢慢习惯竞赛题思维，不光对这次竞赛有用，对你未来的学习也很有用。不知道。啊。段前，竞赛练习的怎么样了？这简直不是人的生活。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你轻松点。展开说说。我看了林之夏做的计划，他强调的还是你们每个人的全面能力，想把你们都变成他。而我们主打各司其职，配合作战。你不需要准备那么多超纲的东西，只需要针对这次比赛准备就行。所以，来我们队吗？为什么这2张表上都有段启言的名字？老师，问问段启言本人的意见不就好了？对不起啊，林之夏，我觉得金百惠他们队更适合我。我本来今天就想跟你们说这个事儿，但是我没想到这报名表这么快就到老师手里。你不都答应林之夏了吗？你不知道，林之夏他们队的强度太大了，我怕我完成不了。之前不都说好了，你怎么这么不讲义气？哎，这跟义气没关系。报名之前，选手有选择团队的自由，这没错。好了，现在事情说清楚了，离报名截止还有2天了，抓紧时间找新队友吧。林之夏，你怎么站着还学习？这道题还有一种更便捷的解法。啊，对，你让我休息会儿，我累了。那你回家再看。我去找一趟江玉白，上课的时候他问我来着。林之夏，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。我知道，但江玉白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放心，竞赛的时候不会出一模一样的题目的。江玉白，沈福轩刚才那个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你现在知道自己的立场了吗？我一直知道。好，那我们队的目标就是打败林之夏，而且我要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目标一致。我感觉你们俩好像燃烧起来了，好有斗志啊！哦，对了，江玉白，你跟林之夏关系那么好，万一啊，咱要是把他们赢了，你们俩怎么办呀？一直以来我都想打败林之夏，这次比赛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我现在心里只有对手，没有朋友。哎。
一直以来我都想打败林之夏，这次比赛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我现在心里只有对手，没有朋友。林之夏，走。走。咱们来看这道竞赛原题啊，绝热容器隔板分隔气体与真空，抽板气体自由膨胀。林之夏，容器刚才老师讲的那题，你能再给我讲一下吗？做功总内能不变。不好意思，刚才老师讲什么我没听。膨胀间距变大，势能升高，动能减少，温度下降。不要照搬课本的理想气体情况。好，开始组队吧。找谁去？去。哎，林之夏，找谁啊？我们俩一队吧。好。江玉白，我们一队吧，走吧。我们两个组队吧。邹纯呢？我不是你们队友吗？把我当空气似的。来，凑合一下。谁？怎么了？感觉你心事重重的。我昨天听你说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只是对手，不是朋友。有了这个比赛，我们连朋友都不是了吗？其实那天组队之前，孔老师跟我说，你已经具备了提前上大学的能力，而我却不够资格。这句话确实触动了我。这次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机会，所以之前组队的时候，我也刻意不跟你一组。我想全力以赴，不带任何杂念的。跟你来一场纯粹的较量，我也想看看努力了这么久，跟你到底有多少差距。这个比赛对你这么重要？对，非常重要。
这是我在社交上遇到的又一次失败。我突然在怀疑，曾经那些一起努力的约定，只是我个人的幻觉。原来，必须要打败的对手，才是江玉白真正的骄傲，而朋友，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的标签。